警告：华国文明记忆留存率3.7%。据彻底格式化剩365天，本年度历史巨象战开启，败者永久丧失文明传承权，这是文明屠杀。2141年大遗忘风暴是西方的阴谋，他们偷了永乐大典残片当文明核弹，一夜撕碎华国5000年历史，207块历史碎片成了他们的战利品。商周青铜文、唐宋诗词韵、明清航海图全被锁进碎片收纳盒。更狠的是巨象战，双方唤醒历史巨象题，赢的抢碎片，输的咱国民每输一次，脑子里的历史记忆就被清空10%。前9年连输9场，现在华国街头18岁孩子以为端午节是汉堡节，再输一场就给你们植入新历史。哥伦布发现长江，拿破仑修故宫，今天第10年决战日，这些卡片是华国最后火种，绝对不能再输了。这些具象体是用3.7%记忆您的希望，唤醒要消耗守护者部分记忆，赢了才能获得碎片。淋雨，放弃吧。艾米丽的全息投影对到眼前，你们的文明早就是残次品，还要从这堆古董卡里找希望。我身后随便一个都能碾碎你的具象体。这一场郭靖对拿破仑，以我文明守护者之名唤醒郭靖，西方文明授权具象化。拿破仑，艾米丽选了凡尔赛宫战场，这里开阔无遮挡，拿破仑的炮兵阵能远程压制，而郭靖守过襄阳10年，最懂怎么逃密集炮火。降龙掌的刚劲能劈火团，草原摔跤能近身破阵，炮口对准郭靖，炮管里的红光越来越亮。守孤城的武夫能接得住战神的炮。郭靖，记着你守襄阳的初心，你护过的百姓都在等你赢。奥斯特里茨迷雾，郭靖，用你在蒙古学的摔跤，迷雾里近身打，他的炮在雾里没用。雾气慢慢散时，所有人都看呆了。郭靖左手剑刃离拿破仑的喉咙就差1厘米，犯规。他用的不是武功，是摔跤。郭靖，蒙古出生，早年习的草原摔跤技，属历史真实技能。拿破仑见状只能拍地认输。南宋军民抗蒙史的碎片从他的军大衣里飘出来。下一场，我让你知道尊贵的厉害。林宇盯着文明火种仓里的100张卡牌，最终选了黄龙卡。艾米丽换了中世纪城堡战场，里面全是魔法侍卫。郭靖的近战怕魔法控制，大雕在城堡里飞不开，只有黄蓉懂奇门遁甲，能破阵法，反制元素攻击，这是唯一能赢的选择。以我文明守护者之名唤醒黄蓉，西方文明授权具象化。伊丽莎白抬手一挥，12名穿银色盔甲的魔法侍卫从光里走出来，穿得这么花哨，是来做菜的还是来认输的？比做菜你不如我，比打架你更不如我。伊丽莎白气得抬手喊攻击，12名侍卫的法杖同时射出蓝色光剑，暴雨一样冲过去。黄蓉把打狗棒转成圆盾，光剑撞在棒身上全被弹开，可冲击力还是让他往后退了2步。黄蓉把打狗棒往地面一戳，城堡的石板突然咔嗒裂开，伊丽莎白陷落在地坑中。这一场西方输掉了。齐名要术的残卷从他的礼服里飘出来，这碎片得配着东坡肉吃才香，下次我做给你尝。下一场我选高楼战场，看你的鸟能不能躲得过。林宇在文明火种仓的100张卡牌中最终选中大雕卡，艾米丽选了都市高楼战场，全是摩天楼。郭靖黄蓉在地面会被蜘蛛侠的蛛网缠死，只有大雕能飞着踏，他的灵活度能躲开蛛网，利爪能反击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以我文明守护者之名唤醒神情，西方文明授权具象化。蜘蛛侠，会飞的鸟，正好当我的空中靶子。大雕突然翻身，翅膀紧贴身体，像一支箭一样俯冲下去。他趁机绕到蜘蛛侠身后，爪子对着蜘蛛侠的后背抓过去。蜘蛛侠靠蜘蛛感应瞬间转身，用手腕的蛛网挡住。大雕的爪子缠上蛛网，被拽得顿了一下。大雕，用你的翅膀扇断蛛网，你的一尖能裂岩石，一定能扇断。蜘蛛侠，别跟他玩空中，用高楼挡他。用水箱，蜘蛛侠转身对着高楼顶层的水箱射出蛛网，猛地拉掉水箱绳索，哗啦一声，大量的水流对着大雕泼过去。大雕来不及躲，翅膀和羽毛都被打湿，体重瞬间增加。蜘蛛侠趁机射出粘性蛛网，精准粘在大雕被水浸的沉重的左翼。大雕被拽得失去平衡，他赶紧扇动右翼想稳住身体，可蜘蛛侠早绕下方射出2道蛛网缠住他的爪子，用力往高楼墙面拽。大雕的翅膀狠狠撞在墙上，羽毛掉了一片，疼得发出一声尖锐的鸣叫。我赢了，你很厉害，但这里不是你的战场，我就说你能赢。林宇，你的鸟输了。大雕的身体慢慢化成光点，一块刻着神情羽毛的华国碎片从光点里飘出来，碎片被锁进碎片收纳盒。这一场华国战败，3场对决结束，现在华夏文明记忆率只剩2.9%，导致楼下小学生竟然问林宇，武当是不是卖奶茶的？艾米丽还搁那放狠话，这把就把太极标成西方力学的小弟。艾米丽戳中财局控评，西方卡牌池刷弹出牛顿卡，艾米丽捏着牛顿卡笑到露牙，选个力学实验室战场，让老道士尝尝公式的厉害。林宇站在文明火种仓前，仓门一开，100张卡牌飞旋，3张卡趴的掉他手里，岳飞卡、李清照卡、张三丰卡。林宇盯着卡分析，岳飞近战怕远程剑，李清照控场扛不住机械臂，也就张三丰的太极能柔克刚，接得住力学攻击。以华夏守护者之名唤醒张真人，金光砸在实验室，白发道长踩太极不落地，道袍扫过公式，蓝光都落了3分。张三丰，武当创始人，太极劲能卸力转伤，之前靠这套功夫破过100种硬功。他抬手捏太极印，掌心小太极图转得飞快。西方授权具象化，
牛顿持手稿的牛顿现身推演经验公式 ，F 等于骂攻击强度，算完了机械臂开火，10道蓝弓箭直射张三丰，发挥秀传太极，箭全被卸到地上砸小坑，牛顿突然阴笑，早算到你会卸力启动万有引力场，天花板苹果模型眼看就要砸下来，地面亮蓝光圈，张三丰道袍被往中心拽，张三丰抬手结印，太极镜顺着公式纹爬引力场蓝光直接弱了一半，你那公式漏了力能转化，张三丰这话刚落，道袍扫过旁边机械臂，弓箭瞬间被太极镜缠上，反向射向牛顿手稿，牛顿急躲。手稿被射穿的洞，他气得跳脚，不可能，力学规律不会错。林宇突然喊，张真人用苹果模型借重力破引力场，原来他发现苹果悬绳能受力。张三丰抬头看苹果纵身跃起抓悬绳，右手转太极悬绳，带着苹果绕圈，离心力撕开引力场口子。牛顿慌了，操控所有机械臂射光箭拦住他，可张三丰把苹果模型挡身前，箭全砸苹果上，连他一脚都没碰到。张三丰突然松手，苹果模型带太极镜砸向手稿台，手稿全飞了。他踏步上前，你只懂应算，不懂变通。水遇方则方，遇圆则圆，这才是太极。牛顿身影变透明，盯着裂了的公式问：“我输在没算。”人的智慧，道教宇宙观残卷从他身上飘出来。林宇冲过去接住，华夏记忆率直接飙到3.5%。艾米丽把牛顿卡摔地上，卡裂了道缝。下一场选女帝战场，让你见识什么叫铁腕。东宫镜像战场，红地毯铺满地，银甲骑兵雕像立四周，穹顶水晶灯亮得晃眼。这战场就适合叶卡捷琳娜的铁腕。艾米丽从池里摸出皇冠骑兵卡，开激活台，选她就是要让东方女帝知道谁才配叫大帝。雕像突然活了，12名骑兵举马刀围卷，叶卡捷琳娜穿金边礼服走出来，全场宝石亮红光，骑兵列阵，等下砸了他的杯。叶卡捷琳娜，俄国女帝，能控骑兵围猎，全仗能让水晶灯砸冲击波，破所有防御。韩信骑兵在窄道展不开，王昭君控场怕冲脸，也就武则天的无字碑能吸技能，还能靠女官政策加控场，适配女帝对决，以我文明守护者之名唤醒武则天，唐代唯一女帝，无字碑能吸技能，激活女性政策控场加30%。之前靠平衡树稳朝政，他按碑劝农桑文亮杯面犯金护照。叶卡捷琳娜冷笑，装模作样。骑兵冲锋，12把马刀砍护照，火花溅一地。可骑兵太多，护照慢慢按了。武则天冕旒都被刀锋刮歪了。林宇急掏残卷喊：“陛下，激活女官参政，控住骑兵。令上官婉儿掌印。”杯面射金锁链，杯面射金锁链缠住2名骑兵，水晶灯落，穹顶灯哗啦往下坠，带红光冲击波砸向武则天。武则天激活库利文，黑光冒出来，竟把冲击波吸进杯里。你只知我新农桑，忘了我也能整肃朝纲。武则天挥袖吸的冲击波射向骑兵群，3名骑兵秒变光点，剩下的骑兵慌了，马刀都握不稳。叶卡捷琳娜懵了，杯怎么能吸冲击波？林宇喊：“这叫双面平衡。”新建设也能强管控，这才是女帝真本事。武则天激活电视纹，更多锁链缠来，把骑兵全捆成光茧。武则天走向叶卡捷琳娜，你靠扩张当大帝，我靠平衡当女帝，你输在不懂手。叶卡捷琳娜变透明女官制度残卷飘出来，林宇接住残卷，华夏记忆率冲4.2%。艾米丽放狠话，下一场选幻想战场，看你怎么破疯癫。堂吉诃德的幻想能造千军，看酒鬼怎么破。艾米丽摸出堂吉诃德卡，拍激活台，西方文明授权具象化。堂吉诃德，沙尘扬起。瘦马驮着举矛的他现身，骑士团觉醒，风车秒变10个盔甲骑士，举枪围圈。堂吉诃德，西班牙疯癫骑士，幻象刀枪不入，越疯越能踏。他挥矛冲锋，骑士举枪冲过来。林宇的火种仓3张卡掉出来，杨过卡、段誉卡、令狐冲卡。林宇分析，杨过断臂怕围，段誉难描幻象，令狐冲独孤九剑破幻象，还能喝酒扩范围，适配草原。林宇攥紧令狐冲卡，以华夏守护者之名唤醒令狐冲，金光落草原。令狐冲跨9湖采草落地，令狐冲衡山掌门，独孤九剑破100招，喝酒扩范围，之前破过上百阵法。令狐冲灌口酒，剑刃泛青光，酒鬼骑士冲，令狐冲挥剑砍骑士，剑直接穿过去，是幻象。他后跳，可骑士围过来，枪尖快出胸口。令狐冲灌酒，范围扩大，剑扫过骑士，发现个没亮光的盔甲缝，弱点在这，戳过去，骑士变风车碎片，可剩下的骑士突然变20个。就在枪要刺中时，令狐冲丢剑滚向竹影，草原边竟有华夏竹林，火种仓带的华夏元素。令狐冲抓竹枝，把酒洒上面。独孤九剑无招胜有招，竹枝也能当剑。他挥竹枝扫骑士，沾酒的竹枝竟戳破幻象。原来酒精能让幻象显形。堂吉诃德急了，我的骑士团不会输。他挥矛，风车全变骑士，足足50个。可令狐冲踏竹影穿梭，竹枝扫过，骑士全现形。堂吉诃德边踏边喊：“你的自由是疯癫，我的是守本性。”林宇举世说星宇喊：“姐，未尽风度，月明教而任自然。”令狐冲长啸，声波震的风车晃，骑士盔甲缝全亮，弱点暴露。他戳向最前面的骑士，连带其他骑士全崩解。堂吉诃德摔下兽马，
我输了，可你的自由比信仰好吗？灵狐冲，地空九湖，自由不是胡来，是选降手的。我手横山，你手幻想，路不同而已。堂吉诃德变透明未尽风度，残卷飘出来。林雨接住华夏记忆率冲5%，艾米丽摸向哥伦布卡，下一场选大西洋战场，看你怎么赢哥伦布。林雨的火种仓里郑和卡亮了。家人们谁懂啊？这局的战场居然是海上。林雨这波抽卡直接血压拉满，蔡伦、屈原、李清照再加个郑和，合着除了郑和能开船踏架，剩下的不是辅助就是在船上根本发挥不了的主。对面艾米丽还搁那阴阳怪气，特意给你搭配的卡喜欢不？哥伦布那黑气一声，炮口直接对准华国宝船。就在炮弹要轰过来的瞬间，林雨突然想起新茶圣碗里的关键，郑和当年靠和平通商化解过无数危机，果断激活郑和卡，金光一闪，身穿明制官服手持罗盘的郑和带着12名水手现身，宝船扬帆直接冲了上去。艾米丽反手激活哥伦布，举着望远镜就放狠话，那大木船就是咱们的战利品，火炮哐哐开炸。结果郑和掏出新茶圣碗一挡，输液直接变光盾，咱不想踏架，只想通商。哥伦布冷笑，强者才配拥有海洋。红光炮弹击穿光盾，炸在甲板上。危急时刻，林雨喊出关键，别忘了你的初心是交流，船上的丝绸瓷器就是善意啊。下一秒，宝船里飘出无数丝绸瓷器虚影，落在哥伦布船上，神奇的来了，对方火炮直接哑火，海盗小弟们也开始消失。哥伦布当场猛圈，文明的力量这就开始发力了。哥伦布破防大喊，破不破罐子有屁用，老子要黄金土地。结果手下水手盯着丝绸瓷器全愣了，想起老家亲人根本下不去手。哥伦布急眼要自己上，直接被一道蓝光弹飞。郑和指着宝船帆上的航海图对他，咱从华国到印度走哪都是和平，你呢一路就知道抢。艾米丽在后台急得跳脚，别信他，放大招啊。哥伦布掏出黄金徽章，瞬间用黄金幻影控制住水手，火炮又对准了宝船。就在这时，郑和踏开水密隔舱，海水涌进来，非但没沉，反而化成水遁。这是咱明朝的造船技术，你追黄金，咱追天下大同，这就是差距。话音刚落，水遁变和平鸽飞过去，黄金幻影直接消散。原来探索不是征服啊！林雨刚拿到碎片，艾米丽盯着金属舱放狠话，下一场让你看看残缺的真正力量。新战场切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，这次的对决主题是如何在残缺中绽放力量。林雨看了看手里的卡，张仲景、鲁班西施全是废卡，只剩杨过能顶，因为杨过断臂后物件的精神正是东方对残缺超越的最佳诠释。艾米丽坐在钢琴旁嘲讽，一个断了胳膊的武夫懂什么叫艺术里的苦难，激活贝多芬。林雨咬着牙激活杨过卡，金光闪过，穿灰袍的杨过主玄铁重剑而立，你的旋律是苦难的呐喊，我的剑是苦难里站起的兴起。贝多芬根本不给机会，弹出月光奏鸣曲的清冷旋律，银色绝望冷雾裹住杨过。林雨急得大喊，想你在绝情谷等小龙女16年，你连等待的苦都扛过，还怕这个？杨过眼神一亮，独臂的意志顺着重剑炸开，暂时冲散了冷雾。但贝多芬的命运节奏越来越快，这场精神拉锯战太难了。刚冲散冷雾，贝多芬直接将命运的苦难重音与欢乐颂的希望高音叠在一起，形成在苦难中追寻希望的金色巨潮，拍向杨过。杨过握紧重剑，将断臂物件的专注与16年等待的坚韧拧成一道青芒，劈向巨潮。怎料下一秒，青芒刚撞上巨潮就开始消散，杨过被巨潮掀得后退数步，独臂抖得握不住剑。艾米丽大喊，用致爱丽丝的温柔陷阱瓦解他的意志。贝多芬指尖一转，弹出致爱丽丝的轻柔旋律。杨过眼神瞬间恍惚，林雨急喊，别忘你是靠苦难站起来的，可已经晚了。安逸幻象缠住他的意志，重剑当啷落地。贝多芬看着他叹道，你的坚韧很可敬，但在用艺术驱散苦难的战场，你终究水土不服。杨过的身影化作光点消散，林雨攥着碎片不甘，艾米丽却已开启下一个擂台。刚输一场，林雨就被拽进长安94系统。这局匹配的是文学对决战场，艾米丽晃着莎士比亚卡嘲讽，废卡一堆，这把你输定了。莎士比亚手持剧本现身，一开口就念哈姆雷特，生存还是毁灭？紫色哲丝迷雾直扑而来，让人昏沉。林雨立刻激活李白卡，金光闪过，白衣李白拎着酒葫芦落地，灌一口酒就挥袖扫散迷雾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莎翁不死心，用麦克白变出金锭诱惑，写赞美权势的诗，这些全给你。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金光筑墙挡下诱惑。艾米丽急喊，用李尔王的背叛拷问。莎翁阴笑翻页，大招要来了。李尔王书页刚翻开，灰色的背叛拷问，铁链就哐当缠上李白手腕。莎士比亚冷笑着施压，你受唐玄宗恩宠却被遣返，这是赤果果的背叛。你的诗不过是借酒消愁的牢骚。铁链越收越紧，这招的核心就是否定他的人生价值，瓦解具象化的力量。李白却突然仰头大笑，将酒葫芦往桌上一蹲，挥笔就写天生我材必有用。金色诗句化作一道光刃，瞬间将铁链撑开寸许。我李白的本事从来不是靠帝王恩宠。他朗声道，又蘸墨写下长风破浪会有时。诗句凝成一面巨帆，狠狠撞在铁链上，直接崩开一道大口子。莎士比亚急了，催出更多铁链缠上来，连个安稳落脚的都没有，谈什么破浪？李白眼神一厉，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。金色的黄河虚影从诗句中涌出，如狂涛般冲散剩余铁链。我见过大河奔涌，山川壮阔，这点漂泊算得了什么？没等莎翁稳住阵脚，诗句化作漫天箭雨，射穿了他的剧本。莎士比亚的身影渐渐透明，你的诗里有股压不住的豪情。我输了。
视线碎片飘到林雨手中。文学战场收官，艾米丽踩在方阵顶上狂笑。林雨，今儿让你见识啥叫战术爹！他拍亮西方金属舱，汉尼拔裹红袍拎青铜剑蹦出来，身后200个罗马兵举头毛列阵，马蹄子踏的地面裂细纹。人物背景：迦太基战神靠绕后偷袭，把罗马军团按在海边奏战术，狠到欧洲人记了一辈子。林雨攥拳骂街，扁鹊救死扶伤的，蔡文姬只会弹琴，也就霍将军的闪电战能破这铁疙瘩阵。以华国守护者之名唤醒冠军侯霍去病，金光裹着马蹄声炸开，霍去病穿玄甲，我长戟落地，身后800轻骑兵举弓列阵，玄甲上的汉字都在发光。西汉战神。17岁封狼居胥靠快攻把匈奴追的10年不敢南下骑兵战术顶破天，他挥戟指方阵，敢在咱华夏草原摆阵，活腻歪了。汉尼拔冷笑挥剑，罗马盾墙推进，众骑兵举3层铁盾压过来，头毛像暴雨似的射向轻骑兵。霍去病突然喊，分2队，绕后掏他们腰子。轻骑兵瞬间拆成左右翼，贴着黄沙飞冲，可罗马盾墙密得连箭都穿不透。林雨急得拍腿，突然举着汉书狂喊，霍将军，用火攻，缠麻布浇酒，烧他们的盾。铁盾瞬间烧得通红，罗马兵烫得松手扔盾。霍去并趁机挥戟冲阵，跟我杀！长戟直接戳穿一个骑兵的甲胄，轻骑兵像尖刀似的扎进方阵缺口。汉尼拔急得吹青铜号角，远处冲来100个迦太基刀斧手，想断霍去病后路。林雨突然喊：霍将军，按狼居胥印记，能召汉军援军。霍去并按向玄甲上的印记，金光里蹦出200个虚拟汉军骑兵。汉尼拔懵了，你咋还有后手？我华国的战术是为守护疆土，不是你那套抢地盘的殖民把戏。霍去并挥戟劈向汉尼拔，长戟擦着他红袍划过。汉尼拔盯着汉军阵旗，我输在没懂真正的战术，是维护人不是杀人。华夏记忆率刷冲到6.8%，汉代西域地图残卷飘进林雨手里。艾米丽气得踹金属舱。雅典卫城战场，苏格拉底穿长袍拎书卷现身。林雨今儿比脑子，苏格拉底翻书卷指尖划过，指尖划我思故我在。我先问你，文明的良知能证明它存在吗？灰色哲学迷雾瞬间裹向林雨。林雨钻卡分析墨子的兼爱太范，便不过绕弯子的哲学。荀子的性恶论跟良知反着来，只会被抓漏洞。也就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能扛。唤醒王阳明，金光落石柱旁。王阳明穿青衫握书卷落地。明代心学大师与龙场悟道首创心学体系，主张知行合一治良知，凭谋略屡次评判，堪称文治武功皆卓越的传奇人物。苏格拉底笑问你说知行合一，那你知文明会灭行能倒吗？王阳明的青衫被染得淡红，书卷开始发暗。林雨急喊：先生想龙场悟道时，你靠良知熬过绝境。王阳明挥书卷扫幻象，苏格拉底趁机甩出辩证锁链，缠上王阳明的手腕。王阳明将书卷往地上一砸，金光炸开，可只冲散半米迷雾。苏格拉底翻出遗忘哲言：现在华国人记不住端午节，认不出长城，这不是文明在灭吗？灰色遗忘物飘过来，林雨手里的汉代西域地图知行合一原本残卷开始变透明。王阳明伸手想抓残卷，可辩证锁链突然拽紧。你的良知太抽象，我的逻辑才实在。连你守护的残卷都在消失，幻象里突然冒出无数遗忘者。街头孩子说长城是西方建的，年轻人把汉字当代淘汰符号。王阳明的金光瞬间暗了大半。林雨急得举传习录狂喊：先生，你说过治不利天下无可成之事。王阳明的眼神亮了一瞬，想挥书卷砸向苏格拉底，锁链突然炸成无数小折言，裹住王阳明的书卷。你的良知赢不了理性的刀，书卷彻底碎成光点。王阳明的身影开始透明，他望着林雨手里的残卷，知行合一原本残卷从他身上飘出来，却只到林雨指尖就碎了半块。华国记忆率从8.5%跌到7.2%。苏格拉底收起书卷，艾米丽跳起来狂笑。林雨说了哲学你不行，下一场超人登场，直接把你们的记忆全清了。华国人，你们的记忆该清零了。超人的热视线扫过，林雨手里的残卷冒火星，火种舱玻璃都裂了。艾米丽狂笑，超人不怕物理攻击，还能吸太阳能，你们的猴子就是块石头。林雨突然笑了，你忘了孙悟空不是普通石猴，他是华国的星源，是不服输的魂。他摸出最后一张卡，孙悟空卡的金箍棒都快戳破卡面。唤醒齐天大圣孙悟空，金光裹着筋斗云炸开，孙悟空扛金箍棒落地。东胜神州石猴闹天宫，斗妖魔靠不死心赢过神仙。金箍棒能长能短，还能破一切邪祟。超人冷笑，我能举地球，你行吗？他冲过来一拳砸向孙悟空，孙悟空用金箍棒一挡，轰的宇宙都晃了晃。孙悟空却笑了，比你能踏的多了去。他把金箍棒戳地上掌，又猛拽回来砸超人后背。超人踉跄2步，克星甲裂了道缝，谁都没想到金箍棒居然能破克星甲。你以为俺老孙没准备？孙悟空晃了晃棒子，这棒子吸的是华国人的信念。他一个筋斗云翻到超人头顶，看俺72变，瞬间变无数小猴子，围着超人扔如意金箍斗。克星甲噼里啪啦炸小坑，超人急了，举热视线射地球，我毁了你们的家。可视线刚到大气层，就被一道金光挡住，是之前所有华国英雄的虚影。郭靖举荐武则天护碑，这才是终极卦。林雨把所有残卷抛向空中，残卷拼成永乐大典虚影。艾米丽，你偷的碎片全是华国的魂。孙悟空抓着永乐大典金光，金箍棒变得比地球还大，是俺老孙一棒，一棒砸下去，超人的克星甲全碎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护的是霸权。
俺护的是文明。孙悟空收棒子，艾米丽的收纳盒咔嚓裂了。街头孩子喊端午节要吃粽子，老人指长城说这是咱华夏的墙。屏幕上的待淘汰符号全变汉字，华国记忆恢复，文明重启的字样炸满屏幕。林雨站在火种仓前，所有英雄卡牌亮金光。孙悟空靠金箍棒上校，以后谁敢欺负华国，俺老孙还来。